今天用木材给小动物们在湖边山崖绝壁之下做了一个我曾梦想拥有却没有实现的原木小屋。梦中别野改造了这么久，虽说已经实现部分水果蔬菜自由，家禽饲养因技术限制而始终未能顺利展开。此前初次尝试养了几只小兔子，就给我上了一课。这段时间的相处也乐在其中。今天我想用木材在湖边做一个小木屋，增加几只新成员。这几根柏树是以前老房拆下来比较粗的，一直保留着，烧烤也舍不得用。这次让它化腐朽为神奇，这种木材比较耐用，能够抵抗腐朽和虫蛀，用来做小木屋的立柱非常合适。为了稳当，立柱都埋于地下，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容易调整立柱的角度，可以使原木保持水平状态。哇，兄弟们，快看，发现了鱼群，看见没？真的不要太多。这样钓鱼完全不需要技术的。立柱架好骨架，就用以前建房剩下的米方来代替。湖边容易潮湿，地面架空40厘米，既可以通风保持干燥，排的粪便掉落下来也方便清理堆肥。木方上原本计划就铺一层镀锌网，兄弟们又翻车了，比铁丝的还细。没想到食物比想象中的细了很多，最后就用了2层才能勉强承重。现在承重没问题了哈。现在做屋顶结构。屋顶我想做成斜面造型，木屋的屋脊高度低于山崖几十厘米。此前已经在山崖顶端种了2棵葡萄老桩，之后搭上葡萄架，既可以给木屋遮阴，也不会影响到葡萄结果。不知不觉一天又混过去了。每逢双数就是赶场的日子，今天先去选2只小鸭子，到了市场才知道鸭子不光有黄色、黑色，还有黑黄相间的，最终还是选了2只传统颜色。本以为买完菜就要打道回府，期间给我上了一课，让我买了2只蛋鸡。看到一位朴实的大娘在叫卖的土鸡蛋，1元1个，把筐里的都买了。就在我溜达了一圈，又路过大娘摊位时，此时精心挑选的鸡蛋已经又准备就绪，等到下一位买主的到来。套路真的太深了，鸡的品类更多，黑的、白的，可以长大的，也有长不高的。最终选了2只生蛋的，以后土鸡蛋只信他们生的。小鸭子，哦呦，网格的话，小鸭子是没问题的。看一下小鸡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环境。小鸡，咕咕咕，还是能够站得住哈。现在下面现在大致的形状已经出来了，我们接着把剩下的部分给它完成了。现在湖边小木屋已经初步成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内部的结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上面还自带了一个天窗，背面就是山崖的绝壁，看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然后两边和下面都可以通风的，遮风避雨完全没问题。之后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不过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房屋前面需要给它加装一个台阶，因为小鸡和小鸭比较小，上下可能会有点困难。现在没有问题了，上下自如。小鸭子的脚要短一点。为了搭配原木小屋，围栏大门重新打桩，把门加宽敞。围栏也是一个问题，在原有基础上加上一层镀锌网，高度是1米。这次小兔子应该跑不出去了。完了，兄弟们，这2只嘎嘎嘎跑到水里面去了。哦，兄弟们，这是什么？看清晰点，看见没？但是水太深了，不好抓。这里还有一条。他们还是非常适应这里的生活的哈，就从垮塔这里爬下去的。现在游完泳又回来了。湖边也用围栏加固了一圈，之前兔子会跑到崖边吃草，我怕它不小心掉到水里就完蛋了。严丝合缝，没问题的哈，非常稳当。升级完成了，然后我们马上把小兔子放出来，检验一下我们的改造成果。小兔子还在睡觉，现在是要门有门，要护栏有护栏了哈。小鸡和小羊它们在房屋的下面，一点面子都不给，上面它们不想睡上面。现在我们就要把小兔子放出来，看一下
检验一下我们的改造成果啊，小白图显出来，原因图也出来了，明显已经长大了很多了哈，兄弟们，这2个月还是没白养的。等湖水退去，就把这里的杂树给它清理干净，之后它们就可以从这里直接下水游泳，然后游完泳再回来，非常方便，还是比我想象中的和睦哈。看他们现在一起在分享食物，看着他们一起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哈。之后他们就在这里一起生活，繁衍生息。这也意味着梦中别野距离实现鸡鸭兔自由的生活越来越近了。